说到古墓，可能不少人会想到机关重重的阴森地宫，但是在中国河南省新乡市却有这样一处不一样的古墓。它光明正大地建在山水之间，青白色的岩石堆砌出了一座数百年后仍完好无损的石头城。它不仅没有丝毫阴森之感，甚至曾是高僧宣讲经文的佛家圣地。而到了中国近代，它又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又成为了一座大型监狱。它就是明朝的陆简王陵。这里不仅埋葬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王爷，仗着太后和皇帝的宠爱，荒淫无度，甚至给自己的王陵都修成了皇陵规格。而位于王陵西侧的赐妃赵氏墓，更是隐藏着一个古代平民女子，通过自己的美貌和聪慧，一步步由丫鬟成为王妃，甚至在死后还享受到了超越帝王陵墓规制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跟着游客一起去欣赏一下这座代表了明朝石刻建筑最高水平的宝库。陆简王墓位于新乡市北面的凤凰山南麓，此地依山聚岭，水流环绕。整座陵墓坐北朝南，背靠太行余脉，环抱老龙幽潭，左侧有金灯寺护佑，右侧有智尔山藏峰。依山寓意地位稳固，流水则可生财生气，因此这处陵墓属于风水学中的藏风聚气之所，正是作为皇家陵墓的上乘之选。只有来到近前，才能感受到这座王陵的规模之巨大。它的整体结构几乎照搬了北京的定陵，由东西两个墓穴以及长长的神道构成了3处主要场景。整个陵墓的占地面积超过400亩，除了个别结构使用了砖木搭建，大部分建筑和装饰几乎完全由青石与白石雕刻而成，因此也有了中原定陵和中原石头城的美誉。不过，即便这里已经是保存的最好的名陵，可时间和历史更替带来的损毁仍然不可避免。诸如灵恩殿、配殿明楼等木质建筑物已经因为自然或人为因素而消失，陵墓中也不曾见过任何一件文物，因为早就被各个朝代的盗墓者洗劫一空。不过，由于陵墓大部分建筑都是由巨石雕刻堆砌而成，如今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座陵墓的宏伟。进入墓区，首先要经过的就是一座石坊，抬头看去可以看到陆蕃加成的字样，其中陆蕃指的是陆简王的封号和地位。他本名朱义流，是明穆宗4子，也是后来的万历帝异母同胞的亲兄弟，后获封第1代陆王封号。由此石坊踏上神道，才算是进入到了陆简王陵的区域。神道总长 189.5 米，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分列两旁的石兽护卫群。这些石兽总共有14对，东侧为雄，西侧为雌，与陵墓整体的性别方位相同。石兽中既包括亚羽、元居、谢豸等传说中的神兽，还有宦官牵马侍立一旁。从风水学上来看，神兽可驱邪避煞，而神道又是往生必由之路，所以需要仪仗护送，因此才设立了这2排石兽。从神道的最南端开始，神兽的身高逐渐增长，间距则固定为 4.8 米。每只神兽都是由整块的青石雕刻而成，从它们身上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明代石雕艺术的发展程度之高，即便已经受到了400多年风雨的侵蚀，仍能清晰地看出每只神兽的鳞、角、羽、须等特征。关于这些石兽，在当地还有一个传说。相传王陵南边曾有个叫城南庄的村落，曾经有一户农民要为儿子娶妻，在家中摆设宴席。结婚前一天，这家人本来把鸡鸭鱼肉等喜宴要用的酒菜都准备好了，可第2天要办婚宴了，掀开锅盖一看，里面的肉和菜却全没了。这可把这家人气坏了，立刻全家出动去找小偷，直到找到了陆王陵前。有人发现神道西边的那个牵马小吏嘴上还在流油，走近一看还能看到肉渣。这家人气极了，心想这个陆贤王在世时就是个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的恶王爷，没想到死了以后，他手下的小鬼居然还敢出来祸害百姓。
于是抡起铁锤将牵马小吏的胸前砸出了一个大窟窿。如果你去游玩的时候仔细看，还能看到小吏的胸口有被水泥填补过的痕迹。虽然这是个民间的神怪故事，可历史上的陆贤王确实不是个贤王。在石兽的监护下，一路行至神道尽头，需经过一座汉白玉3孔玉河桥，才能达到陆番嘉城的城门之前。此城占地约5万多平米，城墙南北向长达324米，东西向有147米，城墙高6米有余，所有墙体皆由青石砌成，兼具了牢固和美观的特点。城门上有陆王陵3个大字，不过应当是现代修复添加之物。城门之后，从惟越将陵石方至棱安门为第一进，再至享殿基台为第二进。此处因原本木质结构损毁，因此止于石质底座，甚为可惜。基台之后又以石方直至最里面的宝城为第3进。院落3进之间有内城墙阻隔，3个部分共同构成了陆王陵的整体。灵司门和享殿遗址间有8通祭碑，分别为明熹宗朱由校、福王朱长洵、朝廷首辅申时行以及各院部衙门和河南等地方官员所立。祭碑均为龙首方敷，也就是顶端左右2个龙头，而整体为长方体。龙为皇家专用，而长方体则寓意着稳定庄严。最后的宝城之前设有15供和墓碑，明楼已倒塌。所谓15供，乃是明清皇陵中特有的祭祀用品。15供通常由1个香炉、2个花瓶和2个烛台组成，会被设置于陵园明楼前，象征着皇陵香火永旺，鲜花常开，意味着长眠于地宫里的君王们一年4季都在享受后代子孙的供养。不过帝王的长生梦终究未能实现，如今明楼已经消失，15供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损毁。不得不说，时间是对人类痴心妄想最大的讽刺。走过墓碑，来到宝城之前，此建筑高6米，周长70米，内有石阶可上至城顶。而宝城下就是地宫，即安放陆简王棺椁的地方，距地面 3.8 米。地宫总面积达185平方米，由前、中、后、左、右5个殿堂组成，全部为石结构的拱券式。陆简王的棺椁安放在后殿，可惜如今只有空荡的石棺，诉说着曾经皇室的故事，却没有任何文物可以见证当初的辉煌。从陆简王墓向西行100余米，便是赐妃赵氏的墓地。赐妃墓从高空俯瞰，整体呈马蹄形，前方后圆，同样由石砌城墙包围，墙高6米，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37米。从规模上看，赐妃墓同样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整体结构与陆简王墓相似。不过细看里面的建筑工艺，会发现它们更加精良，保存也更为完好。只不过如今进入赐妃墓，俨然是一副现代化监狱的样子。比如博物馆办公楼就是当初监狱的办公楼，陵园里还挂着当年禁闭室的牌子，甚至地宫里还有当初越狱的人挖出来的洞，如今已经被铁栏杆封住了。这里当作监狱使用的50多年间，总共关押了4000多名囚犯。想来这些人住过王陵，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体验了。不过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历史问题，我们稍后再谈。在进入赐妃墓大门前，需先路过一处照壁，壁顶呈5殿式，上附有绿色琉璃瓦。赐妃墓的陵门下辟到10拱券的城门式样，可惜的是在上世纪40年代，城门楼遭遇一次严重毁坏，如今仅剩住处12个。陵门前设有一对石狮子，东西两侧为踏道直通城门楼。一进入赐妃墓的大门，同样是一座石方，大小额方脊各柱正反面精雕龙纹和奇花异绘图，方顶以大块白石雕镂，前后几坡以大铁8钉连为一体。在石方立柱之上还刻有几幅对联，其中一幅上联为天眷贤良赐一脉真龙及第，下联为帝家柔书班9重彩凤包封。
从这2句可以看出，赐妃墓的选址以及允许赵氏葬入其中，都是皇室的褒奖。这不由得让人疑惑，究竟赐妃立下过何种功劳，才能葬在此处？经过这道石方，便进入了第一进院落之中。这里有2处赐妃墓独有的建筑，一是廊房，二是梳妆台。廊房内各置有无字碑疏通，专家学者猜测这些应当同样是祭碑，至于为何未刻碑文，就不得而知了。廊房上半部分已毁，为墙身及柱础尚存。梳妆台位于东廊坊东北角，为2层建筑，不过上层建筑已毁，为残留有部分后墙和实窗2扇，下层是方程式建筑，保存基本完好。走过石方，就能看到高台之上更加雄伟的临恩门。2列10米长的阶梯中间是一整块云龙图案玉鹿石。所谓玉鹿石，顾名思义，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道路装饰品，代表了无上皇权。如果不是进门前清楚地写明了这里是赐妃墓，只从这里来看，恐怕会让人以为是另一座君王墓。而在陆简王陵中都未曾见到这种装饰，又让人对赵妃的身份有了更多的猜想。穿过临恩门后，同样是享殿遗址，如今有一座白石雕刻的赐妃像立于享殿之上，不过这是后期修复时添加的工艺品，并非陵墓中原有之物。雕像上的赵妃样貌也只是艺术家发挥想象力的结果。享殿有月台和拜台2层，月台除栏杆外基本完整，拜台前又见皇室专享的2龙戏珠图案壁石，用白石雕琢而成。过了享殿，可以见到棂星门，门柱上方有造型奇异的敦兽，头似龙，身披鳞甲，一左一右仰天而卧。方顶正中有一火焰形状石牌，石牌2侧刻日月，柱上部2侧刻云朵。柱面及大小额方正面则是雕花，图案十分精美。稍间也有大块青石板连接，石板之上有阴文线刻荷花、竹子、梅花、牡丹等图案。穿过这一石方后，就与陆简王陵无甚差异，同样是15宫、明楼和后面的地宫保成了。不过赐妃墓中的明楼，因为同样采用了石质结构，让我们仍能一睹明代特殊的陵墓建筑风格。这座明楼采用了2层结构，这种结构在明代陵寝中极为罕见。明楼内立有赵氏墓碑1筒，正面用净齿楷书刻敕封陆藩赐妃赵氏墓。这座明楼无论从用料还是规格来看，同样比陆简王中的明楼要高上几档。赐妃墓与陆简王墓在建筑布局上最大的区别是，赐妃墓有内城和外城2道城墙，陆简王墓则没有内城墙。在赐妃墓中的东西2侧，内城之外，外城之里各建有一座丫鬟墓，墓室呈直壁斗顶形状，墓室面积50平方米，棺床尚存。这2个丫鬟应是随时赐妃赵氏而陪葬的，相传她们本是一对姐妹，又是卖身葬父，正巧被出府的赵氏遇到。赵氏发善心，将2人带回王府，又厚葬了他们的父亲。从此姐妹2个就跟在了赵氏身边。而在赵氏死后，姐妹2人也主动服毒自杀，并留下遗书请求葬在赐妃墓中，好在阴间继续侍奉赵氏。由这个小故事也能对赵氏的为人和口碑略知一二。而且齐宝城和地宫都比陆王墓更为高大宽敞，地宫面积为240平方米，陆王墓地宫仅为180平方米，且周围有青白石相间，组成图案状，更具观赏性。赵妃墓的地宫面积仅次于定陵地宫，并且石门之上有64颗门钉，这是皇后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历史上，明代有50余位亲王，在中国各地被封为藩王。不过能留下陵墓的，目前只发现了2人，其中陆简王墓又是迄今保留下来的一座较为完整的。根据明令典规定，每代亲王，包括其所有妃、妾、夫人，只能有1个墓园，而且只有等到亲王或其正妃其中1人过世后，
才可上奏朝廷申请建设许可。而除正妃可与亲王合葬之外，其余次妃、夫人，包括亲郡王生母，追封次妃未葬者，都只能造矿复葬。包括晋升为正妃资格的继妃，死后亦只能复葬其旁，统一享堂，不许另造。但这位次妃赵氏却是独享了一个亲王级别的墓园，并且有着大量远超其身份所能享受的规制。到底他的身份有何特殊之处呢？想要搞清楚赵妃为何能享受如此逆天的丧葬仪制，那就得从他的身份源头讲起。赵氏生于隆庆庚午年，也就是1570年出生的。他出身于北京一个平民家庭，恰巧当时的李太后与他是同乡，又因他从小以聪明伶俐出名，就受到了李太后的赏识，将他招进宫中做个贴身丫鬟。前文说过，陆简王和万历帝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当时为了避免皇位之争，明穆宗在世时就将众多皇子发往外地就藩，而陆简王朱一流就是在1589年被安排到河南的。在此之前，李太后就知道他将来做不了皇帝，就只能在外度过一生，因此在宫中对他十分宠爱。以当时的规矩，如果没有意外，藩王只能一辈子在领地内活动，所以母子这次可能就是永别了。因为不放心朱一流，李太后就把自己最宠爱的侍女赵氏赐给了他，让赵氏将来照顾朱一流的生活。名义上是老母亲对小儿子的关爱，实际上李太后深知自己这些年有些太娇惯朱一流了，所以赵氏其实相当于李太后的代言人，是要明里暗里管戒朱一流的。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多讲两句朱一流这个人了。他作为万历帝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可以说在万历帝继位后，真的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他初次成婚的时候，李太后为了表现对儿子的宠爱，准备了各色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余颗，银10万两，珊瑚珍珠24000余颗。可是按照当时大明礼法规定，亲王定亲礼物金值50两，珍珠10两就是上限，给朱一流预备的东西都不知道超了多少倍了。当时的户部觉得这样有些太过分了，就奏禀万历帝。没想到万历帝不仅没有削减婚礼规模，还为了帮自己弟弟办好喜事，挪用了90多万两的军费。一时间，整个京城所有珠宝商的存货都被皇家买完了。而这种奢靡的生活还只是朱一流最不值一提的部分。在到达河南就任藩王之后，陆简王朱一流的荒淫更加放肆了。他先后娶了10几个老婆，但是这样还不过瘾，在他的领地之内，他居然要享有出业权。即便他已经有着享不完的荣华富贵，还是要想方设法抢占民田。他的跋扈作风甚至影响到了整个陆王府的风气，即便是府中的下人都不把当地百姓当人，经常滥用私刑谋取暴利。因此赵氏的到来对陆简王应该完全不是一件好事。毕竟赵氏本就是平民出身，自然看不惯陆简王欺压百姓。但是以他的身份来说，虽然可以出言劝阻陆简王，可他到底听不听就不是赵氏能左右的了。为此赵氏也没少给李太后打小报告，只是当初人在跟前的时候都管不住，更何况现在已经彻底远离李太后了。按此情况来看，陆简王应当不是很喜欢赵氏才对，那就完全解释不了为何会与赵氏合葬一处，还给他远超身份的待遇了。想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是得看赐妃墓中的一段碑文。在赐妃墓享殿的东西两侧各有祭碑，其中一块上面有如下内容：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国家定制，为王正配，得册为妃，至于适应，历尽不封，而孝有勤劳，情有可续者，亦得推恩而追禄焉。而赵氏系圣母亲赐，随封之国，南居长吏，特允王请，追封而为赐妃，以彰朝廷笃念亲王之意，灵其有之，扶此休命。万历29年6月22日。这段碑文的大意是：一般来说，
按照国家礼法规定，只有亲王的正室才能被册封为王妃，而侍妾等人是不配的。不过，如果有人立下功劳，或是有特殊情况，也能得皇恩受到册封。而赵氏是皇太后亲自赐给陆简王的丫鬟，属于特例，所以同意陆简王的申请，在赵氏死后将她追封成了次妃。由这段碑文我们能看出2点：一是赵氏是死后才有名分的，二是他的名分是陆简王主动向朝廷申请的。那为什么陆简王会对赵氏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呢？或许从一个民间流传的小故事中可以略知一二。陆简王的封地叫做魏辉，而魏辉有一处标志性建筑，就与陆简王、李太后和赵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建筑就是望京楼。当地有句俗语，魏辉有个望京楼，半截插在云里头，说的是这座楼高耸入云。之所以要修这么高，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是因为要站在楼上眺望北京。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正是陆简王。相传他到了河南之后，日夜思念李太后，所以就想修一座高楼。他只要登上楼顶，就能远远看到在京城的母亲。即便这是异想天开，但是陆简王决定的是，河南就没人能反对，所以他征集了1万多民工，日夜修建这座高楼，每天打死累死的民工不知道有多少。赵氏看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能理解陆简王想念母亲的心思，一方面也知道这个楼不能这么修下去了，于是他想到了一条妙计。他私底下找了一些人，在望京楼对面的山上盖了另外一座华丽的小楼，开了大大的窗户，并以薄纱覆盖。当小楼盖好之后，一天夜里，赵氏就叫上陆简王一起登上了还没修完的望京楼。黑夜之中，陆简王顺着赵氏手指的方向看去，远处一座楼阁之内，灯光映照出了母亲的身影。此时赵氏就劝诫陆简王，望京楼已经修得足够高了，可以看到李太后了。陆简王信以为真，当下就停止了修楼工程，直接封顶竣工。从此魏辉就流传了赵氏聪慧、体恤民情的传说。而千百年后，陆王府早已不见踪迹，唯独望京楼依然屹立不倒，也被当地民众认为这是赵氏积德行善的功绩，所以才能长久。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赵氏的确是个相当聪明而且心地善良的女子。或许她在服侍陆简王的过程中还做过许多类似的事情，最终感动了陆简王，甚至感化了陆简王。毕竟陆简王最终的死因竟也是听闻李太后亡故之后，因为自己的身份不能回京奔丧，所以积郁成疾，半年之后就病死了。如此看来，至少在孝心方面，陆简王还是可圈可点的。至于其中有没有赵氏劝诫的功劳，就不好说了。在陆简王和赵氏在世之时，两人是否已有夫妻之实，并无确凿的证据。只是赵氏没能等到在李太后去世时，帮陆简王再次解开心结，就在31岁的时候病逝了。赵氏的突然离去，或许是触动了陆简王心中不多的温情。他主动上奏万历帝，一定要将赵氏封为次妃，这才有了碑文中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赵氏的名分完全是靠他善良的心灵争取而来，只是因为缺乏史料记载，无法得知在他生前对陆简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不过从他去世后陆简王的行为来看，赵氏在他心中一定是有着特别的地位的。讲了这么多，可能有观众朋友会好奇，为什么陆简王陵会成为明朝藩王陵墓中保存最好的陵墓呢？难道也和赵氏生前行善有关？答案是也不是。如果按佛教的说法，或许陆简王陵受到的保护真的是赵氏的善心结下的机缘。如果从现实角度考虑，也可以说这都是奇妙的历史进程导致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帝王亲王不计其数，而有能力给自己修建陵墓的也不胜枚举。但为什么如今考古学家们还是要靠不少的运气成分才能找到一些皇陵呢？
这就要归结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了。如今中国的学者们将他们的历史划分为了24个朝代，而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少不了战争。战胜者会接过皇权统治天下，同时为了让国民忘记前朝，总是会对前朝遗留下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毁灭，众多的皇家陵墓就是因此消失的。尤其是像明清更替这种外族入侵式的政权交换，更是将明朝除帝陵外的皇家陵墓几乎拆了个干净。而陆简王陵之所以能留下来，或许还要感谢陆简王自己，因为他穷奢极侈的王陵修建计划用了大量的厚重石材，导致这座陵墓十分难以被破坏。清兵也不是真得闲到要用各种手段去摧毁前朝遗物，所以在拆了陆王府后，发现王陵不好拆，但是建得还挺好的，就让河南的官员想办法把陆简王陵卖出去。计划是这么个计划，可是在封建时代，谁会没事给自己买个王陵玩啊？因此这个售卖计划一下就搁置了几十年。到了顺治13年，终于有人愿意买下这座陵墓了，而买家是一位来自五台山的高僧，法号真熙。他将陆简王陵改建成了佛寺，赐妃墓则改成了尼姑庵，里面摆上了真武大帝、关圣帝君，渐渐在卫辉这个没什么香火的地方发展出了一座方圆100里都知名的大庙，取名万圣庵。当时来此祭拜的人流之多，以至于在西陵的石板路上都印出了车辙。就此，陆简王陵以寺庙的身份继续得到了200多年的保护。虽然其中略有改建，但整体的修整也得到了保障。直到晚清战事再起，捻军首领张宗禹曾率领数十万大军在此驻扎。陵墓中的木质结构或许也是此时才遭到了破坏。不过随后没多久，捻军撤走之后，附近的居民为了躲避战火，也躲到了这座石头城中，渐渐也成为了守陵人，并建立了名为坟上村的村庄。可惜他们终究不是真正的守陵人，在看到已经出遭洗劫的亡灵之后，一旦村中经济出现危机，就会取墓中值钱物品变卖，就这样陆简王的陪葬品就全都消失了。不过或许是出于当地人民对赵氏的爱戴，他的陵墓一直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仍然保护得较好。在抗战期间，当地兴起一伙由2名女土匪头子纠结而成的马贼，他们带着工具粗暴地挖开了赵氏墓，只是还未进墓室之中，因为天色已晚，就准备收兵第2天再来。不过头一天他们整出的动静已经惊动了村民，第2天村民们做好了准备，与马贼发生了激烈交火。其中刘旦不幸射杀1名幼童，见到出现人员伤亡，本就意志不坚的村民们立刻四散。村民之中有张氏兄弟2人，他们觉得与其将珍宝便宜马贼，不如自己先取了。于是在村民边打边撤的过程中，张氏兄弟将墓中值钱的金银珠宝都取走了，剩下了细软字画，他们只当是废物，全都给毁了。不过当年被取出的财宝也始终不知下落。后来到了1948年，中国的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在这座石头城中又爆发过几场战斗，因此损毁了一些石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此妃墓被修成了预备监狱，一直到2005年才终于恢复正身，成了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各种改造过程对陆简王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于历史角度来看，也算是一种保护了。毕竟在10年文革期间，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是监狱，以他封建王陵的本体，又曾当过寺庙的经历，一定会被当作寺就彻底摧毁。所以或许冥冥之中，真是赵氏当初积下的德行，才保护了这里这么久。陆简王陵超规格的建制，如今或许只能归结于李太后和万历帝对陆简王的骄纵。不过也是得益于这种骄纵，才让我们能在今天观赏到一座完整的明朝藩王陵墓。虽然还有很多让史学家们解不开的谜团，但我们作为游览者，只需要专心于其中精美的建筑石刻就好。或许某一天，曾经遗失的文物会再度现世，到时候
赵次飞的身份之谜，或许也能有更加完整的解释。不知对于一座这样的超额亡灵，您在游览之后又有什么感想呢？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